我在上海市市中心花园洋房的小区里买下了6楼顶楼的东西2户，把顶楼露台打通，做了一个超大的阳光房。邻居王伟举报我家阳光房是违建，城管当天就找上了门。面对执法文书，我没争辩，没求情，当场就签字同意拆除。楼底下，王伟双手抱胸看着这一幕，脸上满是得意的坏笑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找了施工队，连夜把阳光房拆得一干二净。第二天，连绵大雨如期而至，没了阳光房的遮挡，雨水顺着露台边缘哗哗直落，径直灌进了楼下邻居的阳台。第5天清晨，社区主任洪卓眼敲开了我的家门，求我把阳光房装回去，拿着楼下5户的联名投诉。他嗓子哑得不成样子。我端着刚热好的豆浆，慢悠悠开口：“违建啊，不能装。”王伟正站在门外，满脸怒气。城管上门的那个上午，我正在6楼露台的阳光房里给我的兰花浇水。是江晨先生吗？是我。你家露台搭建的阳光房属于违章建筑。他一边说明，一边指向了上方的阳光房顶楼。这时，对面单元门口的大树下，王伟正双手抱胸，满脸藏不住的得意。我收回视线，平静地看向城管。好，我同意拆除，文件在哪儿？我签字。城管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配合，他们见过太多因违建拆除而撒泼耍赖的业主。为首的城管很快回过神，拿出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。按照规定，你有3天时间自行拆除，如果逾期未拆，我们将组织强制拆除。不用3天，我今晚就拆。感谢配合。我转身走回露台，继续给兰花浇水。楼下很快传来王伟震耳欲聋的喊话：“江晨，听见没？你家阳光房是违建，赶紧拆了，别占着公共资源！”我没理会他的叫嚣，浇完花，拿出手机。是张师傅吗？我是8栋602的江晨。江先生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家露台有个阳光夫，想今晚拆掉，你们能安排人吗？工钱好说，我可以加钱。能，当然能。江先生放心，保证给你拆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点痕迹。和张师傅打完电话，我去厨房准备做点吃的。半年前，我楼下搬来一对夫妻，自此整栋楼再无宁日。他们夫妻嫌楼上走路声音大，嫌楼道内有人堆放杂物，处处挑刺，连小区里的流浪猫都要嫌吵闹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他家的阳台被他老婆改成了个小小的阳光花房。前2天，他老婆先是在业主群里阴阳怪气，说我家的阳光房挡了他家的采光，占了顶楼的公共空间。紧接着，王伟就直接在群里艾特我，赶紧把阳光房拆了，不然就举报你。我当时就在群里回复的明明白白，露台是我的私人区域，阳光房不仅不占公共空间，还能给楼下遮雨导水，更没有遮挡他家的采光，全程合规合理。王伟大概是觉得在群里丢了面子，没再说话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翻篇了，没想到他转头就真的把举报电话打到了城管那里。其实我们整个小区顶楼的露台都是按统一规定搭建的阳光房，10几年了，从来没人提出过异议。他不是为了什么公共利益，更不是为了什么合规合理，他就是纯粹的嫉妒，见不得我家的阳光房比他家的好。晚上7点。张师傅带着2个工人准时上门，电钻声、切割声很快在顶楼响起。王伟显然是听到了动静，特意跑到了楼下的大树旁，点了根烟，看得人心里发闷，却也没必要和他多计较。你这阳光房材料真不错，就这么拆了太可惜了。没办法，有人嫌他碍眼。送走工人，我关上家门，窗外的天色阴沉的厉害，风卷着落叶呼啸而过。第2天清晨，我是被哗啦啦的雨声吵醒，拉开窗帘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，汇成水流蜿蜒而下。我走到露台门口，没了阳光房的遮挡和导水结构，雨水顺着露台的边缘形成了一道瀑布，哗哗的往下流，顺着墙体笔直的冲向了5楼王伟家的阳台。花房里精心养护的花被灌进来的雨水冲得散落一片狼藉。我端起刚冲好的咖啡，静静地看着楼下的一切。暴雨连下了整4天，我站在露台边看着楼下的闹剧愈演愈烈。第5天清晨，社区主任洪卓眼敲我家门，嗓子都哑了，求求你把阳光房装回去吧。楼下5户都联名投诉，说家里都快发霉了。我端着豆浆慢悠悠开口：违建啊，不能装。门外举报我的邻居正站在走廊里，脸色比锅底还黑。王伟家的阳光花房彻底泡烂了，阳台墙面脱了皮，5楼到1楼的外墙全是雨水冲刷的水渍。楼下4户业主轮流守在王伟家门口讨说法，吵骂声从早到晚没停过。我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，浇花喝茶看风景，只是偶尔会从业主群里瞥一眼那些互相指责的消息。王伟在群里缩成了透明人，连一句辩解都不敢有。我以为这场由王伟嫉妒引发的闹剧，顶多闹到社区出面调解，没想到几天后，城管再次上门，还带来新的违建认定复核书。这次他们不说阳光房，而是改口说我的露台存在私自改造地面加固、铺贴瓷砖等违规附属设施，属于擅自改变公共结构与外立面，同样违建，必须强制拆除恢复原状。物业也跟着盖章复核，说我露台改造侵占公共空间，必须彻底还原。我当场愣住，阳光房我已经拆得一干二净，他们现在要强拆的是我露台原本的地面与铺贴的瓷砖，坚称我的阳光房确属违建，甚至要求我承担楼下住户的财产损失。城管2次上门的那天，天刚放晴，进门直接把复核书拍在我桌上，态度格外强硬，说接到了10名举报，称我故意拆除阳光房报复楼下住户。我家的阳光房属于恶意违建行为。我翻看着复核书，发现里面的举证材料全是王伟家的受损照片，还有几句模棱两可的邻里证言，却对阳光房原本的排水功能、露台的私人使用属性只字不提。更让我诧异的是，复核书的落款处除了城管大队的公章，
还有小区物业的盖章确认，物业竟突然倒向王伟一方，否认了此前10几年默认露台合理利用的事实，甚至在复核书上签字证明我占用公共空间。而我这才发现，小区最近新换了物业经理，正是王伟老婆的远房表哥。新物业经理很快找上我，话里话外都是威逼利诱，要么让我自己出钱赔偿楼下5户的损失，再乖乖接受违建拆除的处罚，要么就联合城管走法律程序，不仅要强制拆房，还要把我告上法庭，让我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。而楼下的住户被物业和王伟轮番游说，也渐渐变了态度，从指责王伟变成了要求我赔偿，甚至有人堵在我家门口，说我仗着住顶楼欺负人。王伟则躲在背后，偶尔探出头来煽风点火，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比之前更让人膈应。我从一个配合执法的无辜业主，变成了众矢之的，一边是城管和物业的联合施压，一边是邻里的误解和指责。王伟借着亲属关系掌控了物业的话语权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。我陷入了百口莫辩的紧迫困境，哪怕知道自己没错，却连一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我站在客厅里，看着桌上的复核书和物业的赔偿通知单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心里没有半分慌乱，只有一丝冷笑。王伟以为靠着亲戚关系就能颠倒黑白，物业以为捏着公章就能一手遮天。我江辰能在这偌大的城市拥有一席之地，我也不是吓大的，只是我懒得和不相干的人计较。既然他们非要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陪他们好好玩玩，不仅要洗清自己的冤屈，还要让王伟和那伙趋炎附势的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先把城管的复核书、物业的赔偿单，还有业主群里的聊天记录一一整理存档，又翻出了10几年前买房时的购房合同，合同里明明白白写着顶楼露台归该单元顶楼业主独家使用，可合理搭建附属设施，这是开发商当初的承诺，也是我搭建阳光房的合法依据。只是这份合同被我收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10几年没动过。王伟和新物业经理根本不知道有这份东西的存在。我拿着购房合同去找物业经理，本想先礼后兵，可他根本不看，还趾高气扬地说合同是老黄历了，现在小区归我管。我说违建就是违建，你不服就去告。他的态度让我彻底打消了调解的念头，既然软的不吃，那就来硬的。这场仗我打定了。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律师，把购房合同、阳光房的建造资料、城管的2次执法文件，还有物业的盖章记录全部交给了他。律师看完后明确告诉我，购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，物业的单方认定无效，城管的复核书缺乏合法举证，属于程序违规。我不仅不用赔偿，还能反诉物业和王伟恶意诬告，要求他们承担我的名誉损失。有了律师的专业意见，我心里更有底了，当即让律师向城管大队和物业发送了律师函，要求撤销违建认定和赔偿通知，还我清白。我拿出购房合同这一铁证，通过律师发起反击，本以为能让城管和物业有所忌惮，却没料到城管大队竟无视律师函，还联合物业贴出了强制拆除公告，定了3天后对我的阳光房原址的地面瓷砖和外墙进行强制拆除，摆明了要硬来。我很快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。新物业经理不仅是王伟老婆的表哥，还和城管大队的一个小队长沾亲带故。王伟正是靠着这层关系，才打通了城管的关节，拿到了所谓的复核书。而楼下的住户之所以态度转变，是因为物业承诺，只要他们联合起来指责我，所有的损失都由物业出面让我赔偿，他们不用花1分钱，还能拿到额外的补偿。王伟甚至还在小区里散布谣言，说我是做生意的，有的是钱，就是故意不赔偿，欺负普通老百姓。一时间，小区里的闲言碎语满天飞，连一些原本明事理的老人都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王伟背后的关系网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，城管和物业的官官相护，让事情彻底恶化。我不仅要面对法律层面的施压，还要承受小区里的舆论暴力。而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我去找当初的开发商求证购房合同的有效性时，竟发现当初的开发商早已被收购，相关的档案资料也大多遗失，唯一能证明合同真实性的老销售也早已联系不上。就在我四处寻找证据，想要推翻城管和物业的违规操作时，家里突然出了点小事。我放在露台的几盆名贵兰花，一夜之间被人连根拔起，摔在楼下的空地上，碎得稀烂。那几盆兰花是我养了10几年的心血，市面上价值不菲。很明显，这是有人故意报复。我调了小区的监控，发现凌晨2点多，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翻上了露台，正是王伟的小舅子，也就是新物业经理的亲弟弟。我拿着监控视频去找物业经理，他却百般抵赖，说监控画面模糊，不能证明是他弟弟，还反咬一口说我是故意栽赃陷害。王伟则躲在一旁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，仿佛在说你能奈我何。王伟一伙人见明的不行来暗的，故意损坏我的私人财物，而物业则百般包庇，监控视频成了孤证。我想要追究责任都难，可这件事也让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谜团：物业经理和城管小队长的关系似乎不只是沾亲带故那么简单，他们私下里频繁见面，还偷偷转移了小区的部分公共资金。而王伟家的车位竟然在物业的特殊照顾下，偷偷把消防通道划上车位，给王伟免费使用。明明这才是违建，却没人管。这个谜团让我意识到，这场看似因阳光房引发的邻里矛盾，背后藏着物业和城管的利益勾结。王伟只是他们的一颗棋子，他们借着整治违建的名义，一边打压不服管的业主，一边中饱私囊，甚至还在小区里进行违规搭建，谋取私利。我决定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不仅要洗清自己的冤屈，还要把这伙蛀虫彻底揪出来，还小区一个清净。我开始留意物业经理和城管小队长的行踪，每天下班后就蹲在小区门口，用手机记录下他们的见面场景和谈话内容，又联合了小区里几个同样被物业针对的老业主，一起收集物业的违规证据，私吞公共停车费，擅自提高物业费，
包庇违建挪用小区维修基金。我们还发现城管小队长的亲戚在小区里租了一套门面房，不仅没交房租，还借着城管的名义在小区里乱摆摊。物业对此视而不见，老业主们都是在小区住了10几年的人，早就对物业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，只是一直敢怒不敢言。现在由我带头，大家都纷纷站了出来，把自己手里的证据都交了上来。短短几天，我们就收集了厚厚的一叠证据，从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到照片、视频，应有尽有，每一份都能证明物业和城管的违规操作。而我也通过朋友找到了当初的老销售，他虽然已经退休，但还记得顶楼露台的约定，还愿意出庭为我作证。证据链越来越完整，我离真相也越来越近。我知道，只要把这些证据交上去，物业和城管的勾结就会彻底曝光，王伟的如意算盘也会彻底落空。但我也清楚，这伙人狗急跳墙，肯定会做出更疯狂的事，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强制拆除的前一天，城管大队和物业的人提前来到小区，在我家楼下搭起了围挡，还来了几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王伟带着老婆孩子站在人群里，得意地看着顶楼，还对着周围的邻居说：“今天就让大家看看欺负人的下场。”物业经理则拿着喇叭在楼下喊着让我开门配合执法，否则就破门而入。我站在露台边，看着楼下的闹剧，淡定地喝了一口茶，然后让律师把所有证据一一发送给了市城管局、市纪委、住建局还有当地的媒体。我没有选择和城管物业硬刚，而是直接将他们的违规证据举报给了上级部门和媒体。这一招出其不意，让楼下的城管和物业瞬间乱了阵脚。市城管局的督察组接到举报后，第一时间就往小区赶，媒体的记者也扛着摄像机来了。原本的强制拆除现场瞬间变成了记者的采访现场。城管小队长和物业经理见到督察组和记者，脸色瞬间惨白，说话都结结巴巴，根本答不上来督察组的提问。王伟更是慌了神，想要偷偷溜走，却被记者拦了下来，对着他连珠炮似的提问：“请问你是实名举报江先生的业主吗？你和物业经理是什么关系？你知道物业和城管勾结的事情吗？”王伟支支吾吾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低着头，被周围的邻居指指点点。而督察组在看完我们的证据后，当场宣布暂停强制拆除工作，对城管大队的违规执法展开调查，同时要求物业立即恢复我的水电，接受住建局的调查。这一幕让所有围观的邻居都恍然大悟，原来真正的恶人不是我，而是王伟和那些官官相护的物业城管。大家看向王伟的眼神从之前的同情变成了厌恶，有人甚至当场骂道：“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”就在督察组展开调查，物业和城管的人被带走问话时，我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真相：王伟之所以这么拼命地针对我，不仅是因为嫉妒我的阳光房，还因为他欠了一大笔赌债，而物业经理答应他，只要能把我搞倒，让我赔偿损失，就帮他还一部分赌债，还能让他在小区里做个管事的，捞点外快。而城管小队长则是收了物业经理的好处，答应帮他打压小区里的反对声音。两人合伙在小区里谋私利，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我那几盆兰花不仅是王伟小舅子拔的，还是城管小队长默许的。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激怒我，让我做出冲动的事，然后抓住我的把柄，置我于死地。王伟的背后不仅有物业和城管的利益勾结，还有赌债的逼迫。他从一开始就是被人利用的棋子，而城管和物业的贪腐行为远比我想象的更严重。他们不仅在我们小区为非作歹，还在周边的几个小区都有类似的操作，涉案金额不小。督察组的调查进展很快，在铁证面前，城管小队长和物业经理无从抵赖，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贪腐行为和违规操作，承认了为了私利故意针对我伪造违建证据的事实。而王伟也因为恶意诬告教唆他人损坏私人财物，被警方带走问话。他的老婆见势不妙，卷着家里的钱偷偷跑，留下王伟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麻烦。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已经尘埃落定，我可以洗清冤屈，重新搭建阳光房时，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。督察组在调查中发现，物业经理转移的小区公共资金有一部分流向了一个陌生的账户，而这个账户的持有人竟然是市城管局的一个中层领导。也就是说，城管小队长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。这场贪腐案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复杂。而王伟在被警方问话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，物业经理曾告诉他，就算搞不倒我，也会有其他人来收拾我，让我永远不能在小区里安生。这个悬念让我心里一沉。我知道，虽然王伟、物业经理和城管小队长落网了，但他们背后的靠山还在。这个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找机会报复我。而我也清楚，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，我必须继续收集证据，配合督察组的调查，把这伙贪腐分子连根拔起，否则不仅我自己不得安宁，小区的其他业主也会继续被欺压。我把王伟透露的信息告诉了督察组，督察组表示会继续深入调查，揪出背后的保护伞，而我则成了小区业主的带头人。大家都纷纷表示会一直支持我，和我一起对抗那些贪腐分子。我站在露台边，看着小区里的阳光，心里清楚，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更难走，但我不会退缩，因为我不仅要为自己讨回公道，还要为小区的所有业主守护一个公平公正的居住环境。督察组的深入调查像一张大网，慢慢揪出了藏在背后的所有贪腐分子。市城管局的那位中层领导终究没能逃过法网，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，包庇下属的违规行为，还参与了多个小区的物业利益勾结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。在铁证面前，他被纪委立案调查，很快就被开除公职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随着这位保护伞的落网，周边几个小区的贪腐问题也被一一曝光。
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城管系统也展开了全面的整顿，加强了执法监督，杜绝了类似的违规执法行为。王伟的下场更是大快人心，他因恶意诬告教唆他人损坏私人财物，加上欠下巨额赌债，被法院判处了民事赔偿，不仅要赔偿我兰花的损失和名誉损失，还要偿还赌债。而他因为无力偿还，最终只能变卖房产，搬离了我们小区。听说他搬离的那天，小区里的邻居都站在路边看着，没有一个人同情他。他低着头灰溜溜地走出了小区，再也没有回。而他那个跑掉的老婆也在外面被人骗了钱，最后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，两人彻底成了路人。小区的物业也迎来了大换血，住建局取消了原物业的管理资格，通过公开招标选了一家口碑极好的物业公司来接手。新物业经理是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中年人，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公示小区的公共资金使用情况，退还了原物业擅自提高的物业费，还修复了小区里的各种设施，清理了所有的违规违停。新物业还专门召开了业主大会，听取大家的意见，小区的居住环境一下子好了太多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恢复了往日的和谐。城管大队也向我正式道歉，撤销了所有的违建认定文件，还为我出具了无违规证明，承认了此前的执法程序违规，相关的责任人也受到了记过处分。市城管局的领导还专门找到我，感谢我对城管工作的监督，说我的举报让他们及时发现了系统里的问题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小区的业主们特意凑钱给我送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伸张正义，为民解忧。大家都说，如果不是我带头反抗，他们还会一直被原物业和城管欺压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我看着锦旗，心里暖暖的。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只是不想被人随意欺负，却没想到能为小区的邻居们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在邻居们的支持和新物业的配合下，我重新找了张师傅的施工队，在露台重新搭建了阳光房。这次的阳光房比之前的更精致更牢固，还优化了排水系统，不仅能遮风挡雨，还能更好的保护楼下的墙面。张师傅笑着说，江先生这次的阳光房绝对是小区里最合规最漂亮的，谁也挑不出一点毛病。阳光房建好的那天，我在露台上摆了一桌茶席，邀请了小区里的老邻居们过来坐坐，大家喝着茶聊着天，看着露台外的风景，其乐融融。楼下的墙面被新物业重新粉刷过，洁白干净，再也没有了雨水冲刷的水渍。王伟家的房子也被新的业主买走，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，性格开朗，待人友善，还特意上来跟我打招呼，说以后要互相照应。我照旧每天清晨在露台浇花，午后泡上一壶茶，靠在藤椅上看风景。只是现在的露台不仅有我养了10几年的兰花，还有邻居们送的各种花草，姹紫嫣红，格外好看。阳光透过阳光房的玻璃洒下来，落在身上，暖暖的，心里也暖暖的。这场由阳光房引发的风波前后持续了1个多月，从最初的邻里矛盾到后来的物业和城管贪腐案，最后以正义的胜利告终。我不仅洗清了自己的冤屈，重新搭建了阳光房，还为小区的邻居们讨回了公道，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这件事也让我明白，做人可以善良，可以不计较，但不能软弱，不能任人欺负。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，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，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。只要手里有证据，心里有正义，就没有讨不回的公道。而那些心存恶念，总想算计别人的人，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我站在阳光房里，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看着小区里的欢声笑语，知道这样的平静来之不易，也会一直延续下去。心存美好、坚守底线的人，终究会被温柔以待。从此，小区里再也没有了勾心斗角和闲言碎语，邻里之间互相照应，和睦相处。新物业认真负责，城管执法规范公正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过得安稳又幸福。而我的阳光房也成了小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，不仅藏着我的小美好，还藏着一段伸张正义的故事，被小区的邻居们口口相传。